请问小孩子打了疫苗不久确诊多久还可以打第二针哈？其实我们这个在现在的 KKM 的政策呢，它是我们隔离出关过后的3个月，它才给我们打，这个是我们的 policy 其实你是可以直接打的，只是说因为马来西亚的 policy 是这样子，我们就要跟了，很多 PPE 不会立刻给他打的，好像说你今天打了疫苗，2个星期后中了 COVID 过后，他会算3个月过后才给你另一个 appointment。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哈。Dr. Sam， 你好，孩子10岁，确诊了16 March 结束，MySejahtera 第二支疫苗日期定在8 April， 可以照常打疫苗吗？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你告诉那个 PPV 的话，PPV 是不会给你打的，他会推到你3个月过后才可以打，他会看你的 MySejahtera。所以如果是说他允许的话，我也要你隔开确诊过后康复的那一天，就是说今天啊 let's say 今天是6号嘛，对吗？再加14天才去打就是刚刚好8号了那就安全一点点因为小孩子他的抗体呢和大人的抗体不一样的，小孩子比较强壮，他的那个抗体的反应他的发炎的反应会比大人的强烈。所以你可以看外国的数据和我们马来西亚数据，他说青少年呢比较容易中心肌炎男性比较容易中心肌炎因为他们的那个抗体那个反应身体的反应是比较强烈。所以我大多数都是说，如果小孩子1到18岁的话，如果是说他打了过后中 COVID， 我会叫他至少隔2个星期。可是如果是马来西亚政策，现在它是一律3个月过后，所以就看他们那个 PPV 怎样给你那个答案了4月8号照常去看，照常去那个 PPV， 不要紧，你去那边他们会跟你解决这个问题。Dr. Sam， 请问我刚才确诊，刚刚康复学校安排我打破伤风针，请问我可以打吗？可以，2个星期过后如果你确诊过后出关2个星期过后就可以打破伤风。大人确诊隔离后，隔离多久才能打 booster 呢？小孩子7岁，一个10岁确诊过后打第一针多久才可以打第一针？然后呢10岁呢有 Kawasaki 可以打吗 ？OK， 第一题，如果是要打第一针的话，你最好是确诊过后休息一下。我的提议是2个星期，如果是 KKM 给你打的话，你就可以打第一针。如果 KKM 说不能，他要3个月，这样你就跟着他 policy。OK， 如果是虽有 Kawasaki 的话，需要小儿科证明他是安全打的才可以打。Kawasaki 是跟我们的 MIC 很像所以他需要小儿科看过确认过他是可以打针才打。10岁的需要看小儿科。OK， 8个月的儿子确诊过后2个星期，政府医院可以打针，可以，2个星期过后就可以打针了，什么针都可以。是说你要打那个疫苗你要打那些普通疫苗好像小孩子的那种疫苗，对不对？好像打 BCG打那个DPT 可以，2个星期过后就可以了。My daughter vaccinated on February 22nd and was infected on March 3rd. I did not report in MySejahtera. Her symptom is quite mild. Her next appointment is 17 April. Does it mean that I have to reschedule the appointment to 3 months? Yes, definitely you need to reschedule because now the policy is 3 months later. You better follow the majority policy. Alright? 3个月。OK， 小孩子是 close contact 还没有打疫苗，隔离几天？10天打如果是 close contact小孩子是没有打疫苗10天，13岁可以打 booster 吗？我的个人答案是数据上可以，可是现在马来西亚不 offer， 所以我们现在不需要打 booster 不需要。小孩子是3月4号确诊几时可以打疫苗？确诊3个月过后咯。其实小孩子确诊过后，我是觉得14天过后就可以打了，可是我们现在的 PPV 的 policy 是3个月，所以答案是3个月。OK， Dr. said my son is 12 years old. He had completed his first dose Pfizer on 8th of March, and his second dose is 28th of March. Should I send him to school after second dose? Can he attend physical activity after second dose and need to wait for 2 weeks? Okay, for the first dose and second dose, after second dose, 2 weeks later only go to school because you need to give the second dose some time to build the complete immunization. 就是说你第二剂过后的2个星期很重要
那2个星期是让你的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去让你的孩子的身体有足够时间去产生抗体，所以呢2个星期过后就可以去学校了。你打疫苗都是为了去学校，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打了2剂过后，当然是可以去学校，没问题的。请问医生，我的孩子在1岁半的时候呢，注射过第一支肺炎球菌，就是 pneumococcus 的疫苗，然后严重过敏，当时身体出现很多麻疹，还有呢就是血管性水肿，皮肤红肿，然后到手指都变黑蓝，很严重哎。当时他发高烧5天左右，然后过后呢就昏迷了。他是中卡瓦萨基吗？然后呢，这6天开始呢，慢慢的退烧，然后手指就有身体积血状况和指甲变紫，慢慢消退。第7天消退了，现在已经是康复了。请问医生，这种情况下可以注射疫苗吗？我孩子今年12岁，请问情况是选择3会比较安全呢？答案就是你的小孩子呢是特殊的小孩子，因为打过疫苗过后有过敏的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需要问pediatric 专科，你的小孩儿科的专科才可以答到你。OK 选择哪一个，我们就等我们那个小孩儿科的 doctor 跟你选择，因为他要看整个 assessment 到底这个是什么症状来打的，过后pneumococcus为什么会变得整身发紫呢？我相信是卡瓦萨基，可是呢要小儿科真正去看了过后是真的然后过后他还给你解释用哪一个品牌比较好。这是我给你的答案。可是你不要自行去打，不要自行去打针不可以，因为对你小孩会有危险，要小儿科的那个consultation，OK。